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那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玩摄影的朋友？像我自己身边玩摄影的朋友呢，每一次见面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坑。那我自己呢是属于那种完全不会冲动消费，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我也是不会犹豫，手刀立马购买的那种人。那今天呢，就来针对几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实用，然后也是一些我很后悔没有提早购入的相机配件，分享推荐给大家。那首先呢，第一个东西就是底板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很 simple， 就是一个装在相机底部的一个底板，通常都是铁做的。那它的功能的话呢，第一个就是增加握感。那我当初忘记是握到谁的相机，应该是 Kino 的相机。那明明就是同样 A74、A73，但是它的握起来就是明显多了一点扎实感，就是小拇指这边跟这个手掌底部这里多了一点踏实的感觉。那我握完之后呢，我又回到家，就是每次去拍摄的时候，就是握回自己的相机，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，就很怀念那种握感。然后呢，后来陆陆续续就有一些摄影师朋友，他们也是有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那我自己一定要来买一个。那这东西真的就是用过就回不去了。那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啊，就像是它的底部是设计给这种三脚架或是 Gorilla Pod 的，就是直接夹上去。所以如果你装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你就不用特地装一个给脚架用的那种底板，这个直接扣上去就可以用了，真的是蛮方便的。然后它不只是一个底板，它还是一个 L 架，所以如果把 L 架的另外一边装上去的话呢，它就可以变成这样，可以拍直视的照片或是影片的支架。像是我的旧徕卡或是我的 X100V 这种日常相机身上呢，我都有装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底板。那 X100V 的这个底板呢，它不是一个 L 架，它就是单纯的一个底板，我觉得就是握起来很舒服。那这个其实不是我自己购买的，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，然后就 shout out 一下他的频道，叫做30。他是做人像摄影的，他每一集的人像摄影我觉得都很好看，所以就是记得去看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相机的贴膜。我的2台相机 ，Sony 的 A7S3 跟 A7IV， 还有3颗镜头呢，都有贴这个保护膜。那我贴的这个牌子呢，叫做 Lifeguard。那应该市面上比较热门的机型，它都会有出他们的贴膜。那我自己觉得它的做工蛮细的，就是连这种比较细微的 logo 的地方，它也不太会有公差。那它有设计各种款式跟颜色，那我自己是走这种比较低调的路线，所以我贴的是这种，如果你不仔细看会看不出来这台相机有贴膜的这种贴膜。机身跟镜头上面贴的都是这个砂纹黑，那我的握把呢是贴皮纹的。贴膜的第一个好处呢，就是它可以防止一些刮伤。当然你不会故意去刮它，但是如果你在拍摄的时候不小心刮到，你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心疼。然后如果你未来有考虑想要把相机卖掉，卖成2手相机的话呢，它也确实会比较保值一点。然后就是贴这个膜呢，可以让自己的器材跟别人的比较不一样。有一些人贴了呢，就是会比较显眼、比较瞎趴一点的颜色，那远远你就会知道这是他的器材。那像我自己贴的这个的话呢，远看都差不多，好像没有贴一样，但是近看的话呢，或是你一拿到，你就会知道说啊，这个是别人的相机啊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相机这样。那这个贴膜呢，你可以拿去店家贴，也可以买回来自己贴。那我的 A7S3是在店家让老板贴的。印象中他贴的蛮快的，还可以一边贴一边跟我聊天。那 Vivian 的话呢，他是在办公室贴了差不多镜头1个小时，然后机身2个小时才贴完，而且算是非常非常仔细、很认真在贴了。如果是手指比较粗或是没有那么耐心、没有那么细心的人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拿去店里给专业的贴比较好。那今天第3个要推坑的呢是 Peak Design 的快扣相机背带，还有这个肩膀的快夹。现在讲一下这个相机背带，我身边如果有10个摄影师的话呢，应该有9到10个都是使用 Peak Design 的相机背带。那相机背带本身呢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一个品质很好，然后非常扎实、低调又好看又好背的一个背带。它比较厉害的东西是它的这个快扣的这个小钩钩，就是把它装到相机上面之后呢，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滑进去，它就扣起来。那2边都扣起来之后呢，它就变成相机背带。然后你拍，如果你不想要用相机背带的话，你就是很快速的这样子擦一下，相机背带就掉下来，你就可以变成手持去拍摄了。那你买一条相机背带呢，它就会附4个这样子的小扣，所以你就是代表你可以用在2台机身上面。那我这边说一下它的背带呢，其实你是可以买副厂的，关键字应该是 Peak Design 快扣相机背带。那市面上就有很多设计给这种快扣用的背带，像是我原厂的这个背带呢，我就是装在 A74上面，平常出门拍摄用，因为它比较扎实。那另外我有多买一个比较文青一点的背带，是挂在我的 X100V 上面的，那我觉得挂起来就是比较好看。那记得就是我觉得啦，那个背带你可以买副厂的，但是你这个扣子就是机身上面的这个扣子，因为它算是比较脆弱的东西，你还是要买原厂会比较安全。那我自己觉得副厂也是有卖这种东西，但是应该比较容易坏掉，就是我觉得原厂的东西还是比较好。另外一个一样是来自 Peak Design 的产品呢，是这个夹在包包上面的快夹系统。那它的功能呢是让你把相机挂在包包的某一侧。那你平常走在街上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这样子多拿这台相机，或者是多挂一个相机背带，你就是把它放在这边。那你想要用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按一下，拿起来，然后就是可以 vlog 一下自己，或是拍一些 B-roll。它其实这个夹子是锁上去的，然后这个底板呢是用这种8角的螺丝起子转上去的，所以
所以它整体都是很扎实的，至少我用到现在，我觉得是很安全的，然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。那它的底板呢，不是像一般的脚架那样可以用零钱锁紧跟拆卸的这种快拆，但是它的底板呢是可以用在脚架或是我平常出去 vlog 的那种 Gorilla Pod 上面，所以基本上也不太会需要拆掉，就是一直这样把它锁在上面就好了，然后我觉得蛮方便的。那当然 Peak Design 有做这样子的一个快夹系统，然后其他品牌也有做，但是我自己就是使用这个 Peak Design 的。接下来第4个算是一个我用过就回不去的一组产品，就是磁吸式的滤镜系统。那我在还没使用这种磁吸式的滤镜之前呢，我都是用这种传统转上去的。那现在用过之后呢，就真心觉得这种磁吸太方便了，我觉得磁铁是一个很好的发明。像我拍商案跟拍平面的时候呢，最常使用的就是这个2470GM。那这个磁吸滤镜呢，会先有第一层的这种磁铁，那转上去之后呢，最基本的像这种镜头盖，这样一吸就可以盖上去。然后拍摄的时候呢，假设说需要黑柔，就把黑柔吸上去；需要 ND 就把 ND 吸上去；需要偏光就把偏光吸上去。那假设说现在进到室内不需要这种 ND 的话呢，就很简单拔下来就好了。那我用的这一组呢，它的那个转接环就只有提供82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更小的话呢，就要再去考虑可能别组或者是考虑更小的转接环。那我自己在使用这个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很赞的地方，就是它有提供这个滤镜包。那这个滤镜包呢，就是一个包包，你可以放你所有的滤镜啊，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，很方便。对，那最后一个呢，是我近期才购入的一个好东西，它是这种一次可以充2颗电池的双座充。那不管是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呢，可以一次充2颗电池，或者是假设说今天拍摄完之后，然后隔天又有拍摄，就可以在晚上一次充2颗，不然就会像之前一样，因为我们有6颗电池，因为我们是一颗一颗的充电，所以晚上充饱1颗之后呢，就是半夜要爬起来再充下1颗，或者是你就是要把这个 Type C 的电源这样插进去，用机身去帮相机的电池充电。那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是蛮伤相机的，所以还蛮后悔，就是没有提早购入这个几百块的好东西。那这支影片上线的时候呢，我人应该是在韩国的釜山，那在那边玩个几天，然后会有新的影片，会有器材的评测，然后应该会有人像摄影、女友摄影的系列。对，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记得锁定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我是Louis，我们下次影片见 ，peace。现在是几点？7:09。晚上7:09，还有 B roll 要拍，明天还有拍摄。被客户压榨，有好多事情要做。好，咔，不能再抱怨了。